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知，缘起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么我们今天呢，讲全智门峰仁波切所造的净土教言，开启新型佛教之明热。这部净土教言呢，可以说藏传佛教的这个净土法门，依靠教证和例证来说明的特别清楚。以前上师如意宝呢，在学院当中也是传过很多次，而且我们呢，也有个很好的、很清净的传承。那么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样的这个净土法门呢？大家也非常清楚，不管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我们很多修习佛法的人呢，在临终的时候呢，都依靠这个净土法门来往生极乐世界。这是很多人就是有这么大的有这么样的一个愿望。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道友，每一个人的话呢，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是降临有一个临死的这个现象，就是那么就是死的时候呢，我们一点的把握没有，就是一辈子虽然学习佛法，一辈子当中呢，自己认为是自己已经学过很多的法门，但是你在临终的时候呢，就跟普通人、跟一般的世俗人没有任何差别的话，这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呢，我想尤其是我们去年呢也发心给大家讲那个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中阴法门啊，就是这个中阴法门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讲也很重要的。我们每个人知道是宿命是无常的，这个无常什么时候到来，大家都是很难说，很难说。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应该对死亡呢也应该有个准备。那么对死亡准备的时候呢，像其他的有些人的话呢，恐怕这个世间人呢，一般都对死亡呢就是不太像，就觉得是好像这个死亡这个东西呢，就觉得不太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了避免这一点呢，实际上也是开各种各样的一些文艺啊，或者是一些艺了啊，就是等等，就是以这种活动来就应付这种念头。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应该我们依靠这个佛教的很好的方式来，对自己的这种来世，就是迎接自己的这个将来，就这一点相当重要。那么净土教言呢，实际上我们对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开启一个新型的佛教里面呢，就像这个就日光一样的，就是非常清楚的能开启我们这个信心的一部论点，就是这部论点是以比喻的方式来说明它的题目。那么它的作者呢，是全智门峰仁波切做的。我想这个作者呢，在这边也没有必要介绍。以前我们很多的论点当中呢，都已经就是讲过啊，就是都已经讲过。我们藏传佛教当中，就是宗喀巴大师啊、无垢光尊者啊，那么这个门峰仁波切这些的话呢，就是可以说是世界上是公认的非常伟大的，对这个佛教贡献相当大的这样的了不起的高僧大德。所以呢，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门峰仁波切的这种生平，在这里呢就不做详细的介绍。那么下面说这个南无个热，就是它这个原来的藏文当中呢只有梵文，就是没有那个上面的汉文。南无个热曼吉果哈呀，就是门峰仁波切他这里呢用了一个印度的梵语，就是印度的梵语南无个热曼吉果哈呀。什么意思呢？南无是指的顶礼的意思，个热是上师的意思，然后曼吉果哈呀是文殊师利菩萨。所以首先这部论点还没有正式造之前呢，作者向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也就是说是自己的文殊师利菩萨和全智门峰仁波切，他的根本上是将人千岁王波无二无别的这个注下呢，就做恭敬顶礼啊，就是这是作者的这个顶礼句。首先是他对自己的本法的这个传承，也就是说文殊师利菩萨和将人千岁王波面前做了这样的一个顶礼。那么为什么用这个藏传佛教是为什么用梵语来这样这个表示呢？这个我们以前也是讲过，因为我们这个佛教的来源呢就是印度这个梵语来这个传播的，而且呢我们依靠这样的梵语的话呢，实际上让我们这个怀念就是千百的这种高僧大德佛陀啊、龙摩菩萨啊，以及这个印度的这些高僧大德们，就是在印度开创佛教，然后逐渐传到我们藏地血液
语，然后呢就是传达这个函底，就是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缘起呢，全智门峰仁波切前面利用了梵语的一些梵语的就梵语呢就顶礼自己的根本上师和文殊师利菩萨。下面是第2句，佛号入耳之刹那，菩提道中不退档，能持无量圣德者，阿弥陀佛护持中。这个呢，讲顶礼阿弥陀佛就是顶礼阿弥陀佛的一个寄颂。那么一边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一边呢，就坐着向阿弥陀佛这个祈祷。祈祷以后呢，就是祈请，就是保护或者是维护所有的这些可怜众生的意思。那么它的意思大家应该明白。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号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众生，只要这个入于我们的耳朵当中，或者是任何一个众生呢，只要听到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的话呢，那么在从菩提道当中是不会退转的菩提道当中是不会的。等等能赐予无量的这些功德就是还有从菩提道当中是不退转，不屈入恶趣，不屈入这个恶道当中，还有呢就是不会转身为这个就是身份比较低劣的众生等等，所以呢就是给我们赐给很多很多的这种功德。这样的功德者是谁呢？就是我们世界上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当中也是有非常殊胜功德的阿弥陀佛就是我们平时呢就是也不管是对这个藏传佛教的教徒也好，对汉传佛教的教徒，大家对祈祷阿弥陀佛的话呢有非常大的信心。所以门峰仁波切在这里也是凡是听到名号的人呢，都能从菩提道当中是不退转的。以前极乐原文大书当中呢，我记得有一个也是有这么比较相似的这种词句，听到这个佛陀的名号以后不退转的意思呢，如果已经屈入了真正解脱道的这个菩萨来讲是直接可以接受，就是就直接可以接受。还没有屈入真道的一些凡夫人来讲呢，他的相续当中就是种下了这个菩提种子，然后呢逐渐获得了不退转的果位，就是应该从这方面来解释吧。好像记得拉清楚仁波切呢在极乐原文的大书里面就是有这种有这种解释。所以呢我们也基僧当中遇到了阿弥陀佛的这个教法，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教法当中呢处处都提着什么这个阿弥陀佛的这种名号。那么我们有了殊胜缘分的人听到这个名号呢，这是多生累劫当中的一个积累资粮的果报。一般没有因缘的人呢，阿弥陀佛的名号也是不能就是得到的。所以呢我想大家怎么说就是虽然是现在无着这个特别兴盛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这个出生的这个年代的话呢以前的这个释迦牟尼佛龙母菩萨、世亲菩萨，还有莲花生大师、宗喀巴大师等等就是这些高僧大德们全部都已经趋入圆寂了。然后这个后来的很多大成就者呢，就是没有这个出世。现在我们这样的这种时代的话呢，从表面上看来是比较重视，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呢，我们也已经有缘分听到阿弥陀佛的这种名号，释迦牟尼佛的名号。那么这些名号的功德呢，我们去年学习世尊广传的时候也大家应该有所了解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像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的是并不是什么困难的。汉地的很多老太太就是一些很多人呢就是经常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包括有些这样那样的人都会念的，这个可能没有什么吧。实际上这一点呢，我们可能对那个佛经的这种价值观呢，就是还没有真正的清晰的认识到，就是真正是听到这样的这个佛话也是并不是非常容易的。我们听到这一点呢确实是这个缘分非常殊胜缘分非常殊胜。这样呢在这里也是这样讲的。那么知识门峰仁波切呢，就是祈祷阿弥陀佛，就是祈祷阿弥陀佛，就祈祷阿弥陀佛，就疏忽这所有的这种众生，就这是作者对阿弥陀佛的一个恭敬的祈祷文。在此，凡是具有殊胜缘分者，最殊胜的诉求就是不住有记之涅槃。凡是具有殊胜的这个缘分的人就我们现在实践上呢，当然这个有缘者，所谓的什么有缘者呢？具有殊胜的因缘，有些没有因缘的话呢，他闻思修行的因缘也没有的，听闻什么这个佛法，或者是获得真正教法甘露的这种因缘都没有的。真正具有殊胜因缘的这些人，他们的所求的目标是什么？所求的最究竟的宗旨是什么呢？不住有记二遍的涅槃。
它这里的涅槃呢，指的是佛果，就是我们这个涅槃呢有彼岸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轮回呢次岸，我们原来讲般若的时候也说过吧，轮回是次岸，就是涅槃是彼岸，就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有这么多的人啊，就是现在有65亿多的人吧，世界人口是这样的，世界人口里面每一个人呢，他有自己的一种思想的目标，一种理想也就是说，有些人呢，就是现在大多数人的这种价值观呢，全部都是钱财就认为是有钱的人呢，就是成就的最高然后没有钱的人呢，还没有得到成就，所以我们人类的很多的这种目标呢，就是完全都已经改变完了。以前古代的时候呢，很多人都看这个人的道德高尚，或者是他的这个文化水准等等这方面来去衡量的，但现在的这种生活的习惯方式完全都是不相同的，国外的人也是这样的，国内的人也是这样的，这样是这个大多数的人呢，对这个钱财呢，就是有一定的需求性。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话呢，任何一个人所有的这个所求，所有的目标当中，是最殊胜是什么呢？最殊胜是脱离轮回，不住轮回的变，不住涅槃的变，就是像声闻缘觉那样，就是不住寂灭的变，也不住三有的变，不住两变的真正的涅槃，获得复果。这一点呢，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呢，真正就是需要祈求的目标。所以说，门分仁波切的这一句话，表面上看到好像这是谁都会说一样的，但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真正能动到这一点的有多少人？就是我的这个所作所为呢，要为了利益众生获得复果就有没有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是有几个人？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学习佛法的，就是可能今天晚上在座的这些个别的道友也好，或者是外面就是通过这个无线电波来听的也好也许以后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有些话呢，通过其他的一些媒体方式来传播的，听到的这些人也好，不管是有多少人，这些人当中我们还没有这个开始，就是也就是说是你自己呢，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我这个人生的最大的目标，或者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最主要的目标呢，脱离轮回，获得复果，为了利益众生获得复果，有没有这样？如果有的话呢，我们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已经搞清楚了；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呢，即使我们是学了多少年的佛，也实际上是还没有搞明白，就是我们到底就是到什么方向去，就是我去的方向呢，还没有搞定。就有这个问题，所以门分仁波切他这里说，具有殊胜缘分者呢，具有殊胜缘分者呢，他所求的就是不住有记的涅槃。那么这种涅槃呢，就是轻而易举便可获得所求之意的殊胜方便，即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我们要想获得这样的这种涅槃的话呢，那么获得这个涅槃轻而易举，就是轻而易举的获得这种涅槃，获得这种佛果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呢，很多人可能我们一个一个的问的话，一个一个采访的话呢，大家都觉得说我也想获得佛果，我也想获得佛果。但是你这个方法当中是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要么你依靠这个无上大圆满来这个寄生成就，或者说是依靠无上大圆满来来世成就，就这也是非常好的，就这也是可以的。然而，要么如果你这个方面就是没有把握，或者是依靠其他的方式来向度化众生的话呢，那往生极乐世界是最佳的一种选择，最好的一种这个方法所以他这里呢，往生极乐世界呢，你必须要通过发愿而可以往生，没有发愿的话是不行的。因此呢，我看我们通过今天的一些这个听课吧，就是听了这个课以后呢，就是自己的这种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思想分别念的观念能不能这个有点转变？以前呢，我目标没有搞清楚，我肯定要为了利益众生要获得复果，首先是这样想，然后要获得复果的话呢，所有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法门当中，还是往生极乐法，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净土法门确实是最殊胜的，应该这样想。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它是那么殊胜呢？依靠阿弥陀佛的发愿，你很容易往生极乐世界。就这个是依靠这个阿弥陀佛呢，以前在因地的时候呢，发了这个48种愿。当然这个佛经里面有些说法都是不相同的，像那个这个无量寿经的话呢，就是现在大概有5种这个翻译本吧。就5种翻译本里面的话呢，一般在唐译的这个时候呢，就无量寿经里面的很多48，就是讲的这个48愿，还有在宋朝译的有些法本里面呢，就讲了这个36种就是36种。不管是怎么样呢，就是阿弥陀佛的最
主要的这个发愿是什么呢？就是我要这个获得复果，获得复果的时候呢，我要有什么什么的这些条件，就是比如说48愿是阿弥陀佛，我们通常呢就是阿弥陀佛发的48愿，释迦牟尼佛呢发的500大愿，药师佛呢就是发的什么这个12种愿，还有我们在这个药师佛经里面所讲的那样的，有些佛呢就是发这个8种愿啊、4种愿啊等等，就是有很多的。那么这个呢，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发愿当中，就是也是发愿力，就是很容易往生。以往生的所有菩萨全部是依赖菩萨，依赖菩萨的话呢，你这样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话，全部都是依赖菩萨，就是不会再转于这个轮回当中的。当然，这个当中呢，我们就可能以后也还会讲的，就是到底往生极乐世界呢，有凡夫是会不会往生的？有些人说是带业往生的，有些人说是什么这个带愿往生的，就是有在净土宗的法师当中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但这个问题呢，我们到时候谈到也可以。一般从这里来讲的话呢，就是全部是依赖菩萨。阿弥陀佛的48愿当中看的话呢，也可以说是到了这里以后呢，就是全部都是这个如来的不出啊，就如来的不出，也就是说是不会退转，就是所以你们分辨的时候，我这次都没有时间，但分辨的时候呢，你们把那个就是48愿呢，就是详细的看一下，看完了以后的话呢，从这个48愿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应该说到了阿弥陀佛的这种差度以后呢，就是全部都就是马上就是变成就是依赖菩萨，就是依赖菩萨以后的话呢，从此以后在这个极乐世界呢获得这个佛果，就是应该这样来理解。诸30之5个僧教中也是这样宣说的，诸于无量刹土中的一切佛陀，都再三赞颂了极乐世界具有超胜于其他刹土的无量功德。那么很多佛经里面呢是这样讲的，这个极乐世界所谓的这个极乐世界的话呢，就是很多这个无量刹土当中的这些佛陀呢，经常赞叹这个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这种功德。这个记得好像那个48愿的第17愿还是什么这里面也是说了，十方诸佛菩萨如果没有这个赞叹我的这种极乐世界的话呢，就是我不得这个成佛，就是愿我不去成佛，不去成真觉，也这样发愿。但后来呢，确实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刹土的话呢，所有的佛陀呢，就是都是认可的。我们从现在世间的一些语言来讲的话呢，比如说像我们学院的话呢，也是依靠上师如意宝的可能以前的一种发愿力吧，不管是汉传佛教、南传佛教、藏传佛教，只要说是无名佛学院的话呢，基本上都当然有些人是有邪见就是有可能各种各样的话呢，就不说了，就是基本上是真正的佛教徒呢，我们也并不是自夸自赞就好像在从我的这个分辨量的了解当中的话呢，学院是真正的这个佛教的一个道场，只不过是学院里面的个别人是如何，这一点是我相信也会有的，就这个也是正常现象，就是没有什么的同样的道理，就是刚才这个阿弥陀佛的这样的极乐世界的话呢，所有的这个十方诸佛的佛陀呢，就是都会这个赞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佛刹。所以，对于要想往生极乐世界的人，佛在佛经当中宣说了往生极乐世界的4种因，也就是说，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经当中是这样讲的，就是我们要想往生极乐，刚才也讲了，所有的这个果位当中呢，佛果是最殊胜的。要去佛果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净土法是最好的。那么要净土法当中呢，也需要一些条件。这个条件呢，我觉得特别重要现在汉传佛教当中也是念佛的人相当多的这一点是确实非常佩服当然，我们藏传佛教当中有些老年人呢，也是念阿弥陀佛这样的这个名号的人也相当多的但是我们有些地方的话呢，我想宣说净土法门或者是弘扬净土法门的一些法师们呢，也应该值得重视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净土这个经典当中呢，明显的记载往生极乐世界的4种因，这4种因呢，最好是给这个很多净土法门的这些人就是应该给他们就是传讲以后，他们一边知道往生极乐世界的4种因，一边呢紧紧的念佛。如果这样的话呢，一定是能往生的这一点可能我们有一些人的话，好像是有一点怀疑到底能不能往生呢？这是不是有了义不了义有些各种各样的分别量可能会有的。但这一点我们不去下面就是有很多的教理来就推翻，所以我们就这些年呢，应该依靠这个净土法门来就是推翻。
那么这个四种因是什么样呢？就是佛经当中是这样讲的：阿难陀，诸如众生再三观想如来身相，就是这是一种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因。然后积累众多无边的这种善根就是这是第二种往生净土的因。发菩提心，这是第三种往生净土的因。为往生比刹土而发愿回向就这是第四种因。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所有的人呢我想这个包括学密宗也好，学显宗也好，什么样的对这个净土法门呢是公认的。要弘扬净土法门，学习净土法门的话，最好是不要离开这四种因。如果离开了这四种因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这个阿弥陀佛的法愿当中也好，不管是无量寿经还是这个弥陀经，从哪一个经典里面对照出来的时候呢，如果你离开了这四种因离开了这四种因的话呢，恐怕往生也是不是那么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呢也看到的是什么呢？大家都是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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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念，就是这一点是我们就是非常赞叹的，非常赞叹的。但是我们下来就是问，就是你具不具足往生极乐世界的四种因？你发菩提心没有？我现在要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呢，首先第一个发菩提心没有，没有发菩提心的话呢，你到阿弥陀佛哪里死，你自己去到哪里就好像离苦得乐，就是住在哪里，躲避这个现实呢？还是你干什么的？就你的想法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往生极乐世界。你要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要你往生？就是我们如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呢，你应该给我回答，就是我要利益众生就这就是发菩提心，我要利益众生，就这是发菩提心。然后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呢，就是一定要积累一些善根就什么积累善根？比如说我们这个功夫可托还有一些这个专塔等等，就是七支功里面所讲的这些善根呢，一定要这个积累，就是忏悔自相续当中的一些罪障就是这一点必须记住。如果你这一点必须没有记住的，虽然良福法门是很深的，但是我们相续当中可能有很多的一些障碍就这个障碍就是必须要消除。然后第二个，也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吧，就是刚才我们要经常观想这个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的这个庄严的刹土就这个没有观想的话呢，你的这种往生极乐世界的这种信呢，就是不能出现的。然后最后一个呢，为了往生极乐世界，我所做的这些善根，我今天念普贤行愿品也好，我今天念佛号也好，全部都回向众生，要发愿往生，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这样就刚才佛经里面也讲了，就是记住这四种因的话，必当临命命中是如来因功正等觉阿弥陀佛，为诸比丘中围绕现于其前。如果我们记住这四种因的条件下，好好的这个一念阿弥陀佛，念诵阿弥陀佛名号的话呢，那么在这个人呢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和阿弥陀佛的这种眷属呢，就是全部来到你的面前。必等众生见处有怀阿弥陀佛后，然后这个刚才临终的这个每次念佛的这个人呢，他就亲自见到处有怀阿弥陀佛佛陀阿弥陀佛，就完全能这个见到。所以我们现在藏传佛教当中也是这种现象是相当多的。汉传佛教里面有些是边念佛边这个站着而往生的，有些呢就是虽然这个睡着，但是呢还没有断气的时候，就是在他的这个显现当中显现阿弥陀佛和眷属来这个接引往生极乐世界。这种公案是从自古以来到现在呢，也是多得不可胜数。大家也应该可以清楚，就是翻开历史翻开净土宗的法门的时候呢，都不得不承认的一件事实。以及清净自信而死去，然后就是阿弥陀佛这个显现以后的话呢，当然你一种清净的念头当中，这个时候呢根本不会有探知自己的什么这个亲朋好友或者是自己家庭财产就是不会有以清净的这种念头当中呢，就是死去，即能往生极乐世界。这样以后呢，就是他会让往生极乐世界。当然在这个清净而死去的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刚才就记住这四种因的力量相当大。本来我们在显宗当中的获得一地菩萨呢，这个摩诃仁波切下面有那个解释，我就不用拿到前面来吧。我记得就是后面有很多的好的例证，就是这些例证应该就是结合起来讲包括百念经就是百念经当中也是这样讲。临终的时候呢，依靠阿弥陀佛的加持和自己的发愿清净呢，自己无始以来塑造的这些罪业全部得以清净，然后呢，就是以清净的心态当中往生极乐世界。这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这种这个不共的特点吧，就是
此经中宣说了观想阿弥陀佛，就这是一种因。然后积累无量的善根，发菩提心，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而回向善根，这样往生极乐世界的4种因啊，就这一点是我们始终都要记住。如果我们方便的时候呢，看到一些念佛的一些老太太也好，或者是一些其他样的这个心中发誓，不管是什么样的。应该给他们要交代，就是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呢，你念佛法很好的，但是往生呢，如果你没有这个具足这4种因的话是不行的。这4种因里面呢，就是并没有单独说是你念佛是一种因，并没有这么说。但是呢，念佛呢，就是全部里面可以包括。现在有一种传统藏传佛教也有，汉传佛教也是有很多法师呢，就是不强调就是这4种因，只强调观这个光是一个念佛啊，就是念佛就是念佛。当然念佛，我们从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48愿当中也是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第18愿、19愿、20愿这几个愿呢，就是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主要是从意念的角度来讲的，所以呢，我们念佛呢，就是不能离开意念，就观想阿弥陀佛的插图呢，就是不能离开的。然后对往生极乐世界一定要有一个兴趣。以前法王如意宝也是这样讲过。法王如意宝说，我们对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呢，一定要有这个信心，要有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呢，就是去不了的。所以我们首先呢，依靠弥陀经呢，依靠净土宗啊，很多的这种法门来，这个净化自己的这种心。就是自己以前呢，就是好像心里面我不会往生吧，就是往生不会那么简单吧。尤其是我们现在有些学密宗的人呢，真的有这种念头啊，密宗是最殊胜的，这些念佛法门就是搞什么这个老太太的做法。现在有最大的一个问题呢，有一些学术界的人呢，看不起就是念佛法门的人，然后有些学密宗的人呢，他们也是看不惯念佛法门的人。还有做禅宗跟净土宗呢，就是稍微好一点，就是不是特别的这个冲突。所以呢，我觉得是，这个学术界的一些佛教徒和还有这个密宗的一些佛教徒呢，千万不要这个轻视。我前一段时间接触一位法师，这位法师呢也说的特别好，他说我们呢非常这个敬佩密宗的一些这个修法，但是密宗的这些佛教徒呢，就是千万不要说我们的这个念佛法门呢就是不属实，那我们密宗是最高的如何，不要这么讲。如果这么讲的话，你看我这个佛堂里面是大概1000多个人，每天都是在念佛，然后如果这样讲的话，这些人的水平也本来不是很高的。然后我们学密宗的人啊，你不要学什么净土法门，这个净土法门是如何不好，这个密宗是如何至高无上的。这样一说的话呢，这些好多老年人的话呢，没有什么真假啊，我们念佛法门就是可能不是很好的，那我要去学密宗，学密宗的话他也学不了。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呢，有些这个学密宗的人呢，真的对这个净土法门呢，还是造成一些这个破坏，就是他当时所说的话呢，我觉得是我这个100%的是这个认可，而且呢，确实我们以后学密宗的人呢，也不要这个轻视，我们自己的是没有什么这方面的这个理由吧。包括我们的这个很多的传承上师的话呢，像那个法王如意宝啊，就是以前的很多的这些这个宗喀巴大师、摩诃仁波切，所有的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们对这个往生净土宗是什么样的，强面仁波切啊、法王如意宝，他们都是往生这个极乐刹土的。所以说呢，我们也应该自己呢，就是发愿，就是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不要认为是我是如何，就这些法门呢，好像是对我来讲就是没有什么的，这个非常简单，这里面没有解脱，这就是我们自己呢显露出我们自己的一种愚痴。所以我想尤其是我们这个法王如意宝的这个传承弟子啊，就全部都对这个净土法门呢，应该有个非常殊胜的因缘。像我们这些人的话呢，也学习了很多年的佛法，一般来讲，别人说什么话呢，我们是不会这个轻易的相信的。但是法王的这些书籍啊，以前大家也知道，法王传记里面也是说过，200多年前那个菩提金刚，就是对这个法王书籍呢是什么样讲的，大家应该是清楚的。这是200多年前的一位上师呢，也就是说，法王这个在这个出世的所有的眷属、地点、事件，全部都已经讲得特别的这个清楚。所以呢，
我个人的话呢，学过移民逻辑推理，一般来讲，别人说什么，别人说是我看到什么光啊，就是哪里有什么现象，我这一点确实是说实话，就是不太相信，到底会不会这样啊？真的会不会这个光是那么亮啊？就是到底是不是这样啊？就是经常有产生一些怀疑，但是呢。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们，在这个原来的这个古代的这些书里面，比如说我们这个法王的这个书籍的话呢，我就越看越觉得是就是特别的这个起信心。法王那个书籍里面说是什么这个右边的这个丹津神山和左边的这个阿难神山中间呢，有叫做是母天这个母天女这个神山，就是我们这个护法这个神山。那么这个神山的中间呢，有一个叫拉荣的这个山沟，拉荣的山沟里面呢，就是会出现莲花生大师的化身，就是名字叫做净美，就是净美盆宗里面的净美2个字。然后它呢，就是有那个4大卷数就4大卷数的话，大家也知道，从历史上看呢，我们这个法王的这个卷数，这个有比丘和比丘尼，然后呢就是优婆塞和优婆夷。以前在藏传的历史上呢，法王没有去五台山之前的话，藏传的历史上呢，就是从来都是没有这个比丘尼的这个传承。然后他说是这样的这个精美的这个上师的卷数呢，就是4大卷数，也就是说刚才就是所讲的4大卷数。而且他把显宗和密宗的佛法的这个弘扬呢，就像是太阳就是普照这个大地一样，就是整个世界。这个我们看得出来，就是法王如意宝他老人家现在那个弘扬的这种佛法的这种力量就应该是可能你们也应该看的。有时候我确实是也不是赞叹自己的，以前门峰仁波切、华智仁波切都说过，如果没有真实的功德的话，那以一些虚伪的语言呢，连自己的根本上是都不能赞叹的。但是法王的这种功德呢，的确，原来我们去南方的时候呢，就是南方有成千上万的弟子，然后到北方去，到新疆去，到蒙古去，到拉萨去，在我们从那个整个国内的话呢，就是在哪里去的话呢，就是他的传承弟子是那么多，所以我们应该可以说是显宗密宗的这个佛法呢，已经传播于整个可以说是这个很多的这种世界。那么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谁对他结上这个缘，就是谁对他结缘的话呢，都能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个呢，我记得好像在这个法王如意宝的专辑里面是用过，到放在哪一个地方，我不是很记得很清楚。所以，大家应该心里面这样想，就是我们呢，就是有些呢可能直接听到了这个法王的这个教言呐，有些呢就是间接也听到了法王的一些教言。那么这样的话，应该大家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呢，就没有很大的困难的。现在汉传佛教的很多净土宗呢，净土宗的上师们呢，也确实是对一些这个心宗当中呢，就是影响相当大，尤其是通过一些这个传媒的这种方式来，就是让很多的成千上万的人呢，就是念这个佛号。所以我们大家呢，不管是密宗也好，净土宗也好，大家也应该互相这个包容，互相理解。在这样的这个基础上呢，大家应该这个修持佛法。修持佛法呢，最后还是我们要好好的念阿弥陀佛，就是这个应该很重要的。不要认为说我们现在是学移民、学中国、学俱舍论，然后我们自己如何有把握就是所有的这个念佛法门都是一些老年人做的这个我们不用念佛法门对我来讲是无所谓这说明是没有懂到这个摩诃仁波切和传承上师的这个教言。所以大家呢应该对这个往生极乐世界，首先是你要产生一个信心。比如说我们卖什么东西的话呢，现在世界上的人就是这样的这个产品是如何，什么厂里面出的就是这个价值是如何，这个吃了以后呢对身体如何好。就是说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如果真正的一些好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真相介绍给别人的话呢，有很多人是有利的。所以我们很多人呢对往生极乐世界的功德呢还没有这个产生兴趣，没有产生信心。没有信心的话，你不会念，不会观想。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也不会往生的。也许你可能就为了就是圆满一个数目就是比如说你一天的是念什么的多少万遍的话呢，一定要你有这种怎么说就是这种信心这个信心是不能离开的。他这里也这样讲，其中一念阿弥陀佛与欲求往生极乐世界，此二者是最重要的。
就依念阿弥陀佛，就是这个18愿当中也是这样的，就主要是我们要时时刻刻的依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功德，还有呢自己要向去，自己要向去。所以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4个因呢，真的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人去出国，就是现在一个中国人呢，就是到这个美国去，到美国去的话呢，首先你到美国去干什么？就是这个事情必须要知道，这个就像我们的菩提心一样的。我们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呢？自己的事情肯定没有的，极乐世界哪里有自己的事情呢？包括声闻缘觉的事是没有的。所以你到极乐世界时候，你要上班的话，那一定要利益众生，真的这样的，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我的理解也许错了，也许是对的。你往生极乐世界以后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利益众生。除了如果你不想利益众生的人，到哪里去？就是你天天的睡懒觉，天天都是没有什么这个痛苦啊、快乐啊，就是整天的晒太阳，就是可能不会有这种状况。可能不会这种状况，就是这个是我们比如说到哪里去的话，那就是你到哪里去干什么。然后你要到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呢，就像你要这个去出国的话，一定要你有这个人民币或者是美元，就是没有的话呢，就是你想去也是不能的。所以我们要积累资粮啊，就是有一定的资粮呢，你才可以去得上啊。就还有呢，就是自己发愿往生，发愿往生是你要想去，你如果不想去，你没有去1年的话呢，那谁就是强迫你带过去？你又不想去美国的话，那就是不可能别人呢就是去。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刚才是观想，就是我要想去，就是这个是我们在这里说是欲求往生，也可以说，或者是想去，就是到哪里就这个。最后的话呢，你自己所做3根呢，一定要发愿回向。发愿回向呢，就像办理有关手续一样的，你没有办理有关手续的话，那也去不了的。所以我们要发愿回向呢，就像是办手续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4种因呢，不管是你是老年人还是这个年轻人，一定要记住。摩诃仁波切下面也讲了这个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依念和往生极乐世界的这种信心。这2个很重要的，其他的这2种呢，就是也算是一种祝愿，其祝愿为极乐善根与发无上菩提心，就是这个是刚才往生极乐世界的祝愿啊，就是这个是往生极乐世界的祝愿。所以主要为了宣说阿弥陀佛，信心极为重要。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对这个净土法门和对阿弥陀佛有很大的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佛在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经中云。这个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经呢，按照那个藏文的译本来这样翻译的。但以前我们讲的时候，有些人呢说是在汉传佛教的有些什么那个弥陀经啊，还有那个无量寿经啊，这里面有些校正对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可能不好，就是对不弄，有这种情况。但我想呢，不一定要非要对的弄。如果你一定要对的弄的话，那你像无量寿经的是也5种译本，每一个译本就没办法，就是后来呢，也不得不搞成这个汇集本，就是所以在汉传佛教的角度来讲，也是所有的这个经典呢，全部这个对让对的弄的话，那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你唐朝这个所翻译的，宋朝所翻译的，明朝所翻译的这些好几个译本对在一起的话，那就是全部不一定是非常相同的。但我相信我们藏传佛教的这些历代的高僧大德和大成就者的医师们呢，所翻译出来的话，印度肯定有这个范本就是所以说呢，我想我们这个应该就是有些地方稍微有点不同的话，那也不要认为是这个是个大错误啊，或者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个网络比较发达，现在一查这个好像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经呢找不到的话，那是不是错了不要这么想，就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汉传佛教的，包括我们心经波罗蜜多也是真正就是全部相同的一个译本呢，要找的话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刚才说那个佛在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经中云，阿难陀若3男子3女人，欲求即生现前善事阿弥陀佛，此人应发无上真实圆满菩提心。如果你真的要向那个现前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的话，一定要发无上圆满的菩提心，并以殊胜意乐为往生极乐世界查陀发清净的心。就是要对这方面呢，就是发愿，就是观想就发愿观想，积累善根圆满慧想，就特为宣说欲求往生极乐世界的重要性。此经有云：阿难陀，何则常观想30之圣相，并积累无量广大之善根，自心恒舍专着佛刹，必当冥冥中舍，与如来因功正等觉。
阿弥陀佛的这个神色啊、形象啊、大小随从主比丘的身中完全相同的化身现前于其前。他这一个经典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很多的修行人啊，他在观想阿弥陀佛的身相，又积累了广大的资粮，很是专注这个佛刹，就要向往生到那里，然后自己发愿呐、回向啊，就这样。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个人临终的时候呢，就是阿弥陀佛。相同的一个他的这个化身出来就是他的这个化身跟我们平时呢观想阿弥陀佛一模一样的，包括他的这个身相啊、眷属啊，然后他的这个庄严呐、等等，全部是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的这种化身来这个迎接的就是来迎接的。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过，就是这个极乐世界的这种庄严呢，实际上也是我们在真正的明眼量当中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世界。但是我们这个佛的这种身边灵和化身灵呢，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话呢，它也可以这个依靠各种各样或者是成千上万的这种化身来迎接这个众生了。我们有些人呢讲这个阿弥陀佛呢是一个诸尊，那么这个每一个念佛的人往生的时候呢，阿弥陀佛亲自出来这个接，就像现在有些大寺院里面呢，就是这个智客社呢就是忙得不得了。今天马来西亚的客人来了，然后这个新加坡的贵宾来了，然后这个智客特别忙来忙去，又到那边去接待，又到那边去接待。阿弥陀佛呢不是这样的，阿弥陀佛呢应该说是获得这个佛陀的这种果位的时候呢，它有无量无边的这个身边。那么佛陀的这种这个化身，也就是说获得一地菩萨的时候也是化多少，大家都应该可以清楚的。然后获得佛果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用像是我看这里也是念佛的一个人往生的，那里也念佛的一个人往生。那这样的话呢，阿弥陀佛是不是每一个到哪里去，这边接的时候那边来不应，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不会有的。这就是我们对这个佛经和佛陀的功德呢不太了解的一种分别念素质。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往生的时候呢，就是与阿弥陀佛一模一样的，但是实际上是它就是这个化身的。所以我们像现在的这种这个化身这种现象的话呢，那我们也讲了就是普贤这个云供里面所讲的那样的，佛有不可思议的这种现象和身边力，然后呢可以显现不可思议的佛陀，就是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的这些这个身相来这个接引极乐世界，也是这个意思。彼等因先见善识，就是他们呢，就是见到了这个阿弥陀佛的化身的形象，其为清净者等此。这个时候心很清净的，心很专注。一般人这个往生的时候呢，尤其是对这个往生极乐世界有一定的把握这种人的话呢，他在往生的时候呢，确实是心很清净的，他不可能贪念自己的什么亲眷呐，自己的这些财物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法呢，就是不会贪念的，就是他在一个非常清净的这个等次当中，不枉是正念，就是不枉是正念，他对念佛或者是他观想阿弥陀佛的这种镜像这些呢，一点都是不会忘失的。这种正念当中而死去以后呢，可以往生极乐世界的。所以这一点跟那个我们莲花生大师的六中印里面的临死中印的有些窍诀呢非常相同的。我们临死中印的时候呢，也是舍弃一切的这种贪念。就是对自己平时就是注意的这些财产呢，有些人是的时候我有什么什么房我有什么什么财产呢，这些都完全就不合理的。应该你要舍弃的时候呢，你贪着这些又没有什么用的，就是跟石头一样没有什么用的。应该心一意的专注阿弥陀佛就是因为临死的时候很多的这些观想呢有困难的。前一段时间我在深圳的时候呢，他们有些人说现在不是那个炉中印呢，就是做成一些光碟，就是然后呢就是经常很多人呢就是可以看然后当时他们很多人说是我们这个每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会经过这些中印的这个现象，那么这些我们如果没有认到，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不可以观？我当时这样讲的，因为这个炉中印的各种现象的话呢，一般来讲德国这个密法的这个观点，然后对大圆满和对炉中印呢有一定的了解。尤其是对这个100个本尊呢，就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这个修过这些文解脱的法门的，像这些人面前的话呢，你就可以这个认识，就是这个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价值。但我们现在一般的很多人的话，
有没有这些境界呢？也很难说的。就是很多人都可能没有得过灌顶，即使得过灌顶呢，你对这个六中印的法门呢，就是修持的可能不够。如果这样情况的话呢，你最好你这个心专注阿弥陀佛，这个是最容易的。确实我们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说过吧，我们试的时候呢，你要观想弥勒菩萨或者弥勒佛啊，然后这个东方显性插图啊，等等等，就是很多这个插图这样像的话呢，到时候这个民众的这种心呢就会乱了，就是不能这个一心专注的。然后我们生前的时候呢，我临死的什么时候这个临死出现的时候呢，我一定要观想，第一个念头就是要观想给自己的上师无二无别的阿弥陀佛。就如果你这样观想的话呢，哪怕是你什么样的，比如说你犯差啦，或者是做什么那个就非常突然性的一种这个失望来临的时候呢，突然就觉得说我这次已经完蛋了。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第一个念头有一个阿弥陀佛和上师无二无别，就是有阿弥陀佛啊，或者是上师之啊等等，有这样的一个念头的话呢，那么我们的这个生死呢，就是可以跟上师阿弥陀佛无二无别，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大家还是平时的是确实很重要的。因为人的这种死亡无常呢，来的方式都是完全是不相同的就是有些觉得是还是在医院里面受很长时间的苦啊，就是在这个死亡的；有些呢就是突然就是会死亡的。所以我都经常在这个坐车的时候呢，就是突然就是如果犯了的话，那我能不能第一个念头，我道理上是知道，就是确实，如果这个我有这个念头，我就自己稍微愣的话，那我肯定选择这个，因为除了这个以外，咱没有什么更好的这个选择了。在实践当中，是我要贪念什么的话，是这个也没有什么用的。但是我这个时候呢，可能人的恐惧感特别强烈，就是那个时候呢，能不能就是起这个念头，就是这个是我就最担心，就最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平时的日向，就是如果出现一个特别害怕的事情呢，我不行了，我马上要念阿弥陀佛，或者是一念阿弥陀佛。如果一念阿弥陀佛也不行的话呢，把自己的圣识呢就往上，就是在上面呢有阿弥陀佛和上识，然后我的这个圣识呢就是往上去，就是有这么一个念头的话，也让这个旺盛的。所以这些念头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会经过这个关的就像我们这个现在呢就是在派对一样的，就是到时候呢就是一个一个的是要这个离开这个人间，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呢，有些人真的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就是最后确实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也有，有些人呢就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像一个学校里面一样，一个学校里面毕业以后的话呢，有些是当官的，有些是犯法的，有各种情况会出现的。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呢，或者的就我们现在人在生存的过程当中，还是对死亡和对临死呢，自己也应该准备。然后自己所懂得的这些净土法门的有些教言的话呢，我觉得给别人呢有必要传说有必要传说。因为佛经里面明明讲了这四种因的这个重要性呢。那么我们这个下面念佛的人呢，就是对这些事情是重不重视？如果不重视的话呢，我给他们讲的话呢，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就没有坏处。任何一个净土宗的法师也好，任何一个净土宗的这些开显祖师呢，他不会否定我们的这个观点我们的这个观点不会否认的。我们说藏传佛教里面发菩提心，我们净土法门是不要发菩提心，会不会说？不会说的就是印光法师、弘一法师，谁也不会这样说的。然藏传佛教里面说是什么？其实这些也并不是藏传佛教，只不过是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们呢，就开显这个佛经里面的这些奥义。这是一个问题。今天是不是我就特别啰嗦？宗旨对阿弥陀佛生起信心，以及欲求往生极乐世界，此二者是极为重要的。我刚才也再三的给大家强调，我们对这个往生极乐世界一定要有信心。我刚开始的时候呢，对往生极乐世界信心特别强，然后中间一段时间当中呢，好像自己觉得是我肯定没有什么希望，就好像退失了这个希望。那这一段时间呢，也是好像这个有一点这个提升，就是有这个信心呢，也是向上这个增上，但是人的这种分别念是特别不稳固，就是所以自己也说不好。实际上呢，我们对往生极乐世界一定要有信心。如果信心具足的话，一定往生。我们说这是善根者，善根者呢就是信根为主的。大圆满修行的时候也是信心很重要的，修净土宗的时候这个信心呢很重要的。欲求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欲求往生极乐世界和信心，刚才这个欲求和发愿两个是一个意思。就刚才四种因里面，你们如果觉得是好像是不是有点冲突就是原来的有些人是这样提问过所以我们这个发愿就回向的话呢，实际上也是欲求，就是欲求往生极乐世界。
这两个是非常重要。为宣所若居住此二者，则能往生的道理。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经当中这样说的：阿难陀，若有众生甚至依法行随念如来，于往生必刹陀，于讲述深深妙法时，苦心既不懈怠。如果有些人呢，就是向往生极乐世界，然后在宣说这个深深妙法净土中的这个法门的时候呢，一点也是不懈怠，一点也是因为这个空性法门有些不是真正的根基的人呢，他会害怕的，就是不去不为，甚至依法行观想三世阿弥陀佛，生其意乐者，必等于梦中能三见三世阿弥陀佛。如果我们天天的这样观想的话呢，因为每天特别观的多的话呢，那梦中也会现的。以前上师如意宝你们也可能记得吧，就是也比喻过，比如说一个人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男朋友也好，女朋友也好，他就自己呢就是天天的想念他，太太的想他。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在有时候呢，就是做梦的时候也是经常是梦他的，就是。那么我们对阿弥陀佛的话呢，经常都是想呢，我要往生极乐世界，要离开这个刹土，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每天都是这样想，每天都这样观想的话呢，到了一定的时候呢，自己在心住诸我当中呢，经常会这个想的。如果每天这样的话呢，就晚上也是自己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啊，或者是往生的这种真相呢，在梦中会出现的。如果梦中出现的话呢，中阴的时候一定会是出现的。当然有些呢，梦中没有出现，中阴时候出现，中阴时候。梦中出现中阴时候是也没有出现的这种情况倒是可能是有的，不一定是一概而论。但实际上呢，也应该这方面来理解。就如果这个梦中会这个出现啊，就是梦中能出现，终将往生极乐世界，于无上真实圆满菩提中不退转。阿难陀，彼诸三世照见真相故实相故，于无量无边十方世界中，皆以念诵如来阿弥陀佛之名号，并称扬赞叹阿弥陀佛。他这个里面呢是这样讲的，所有的这个佛陀啊，三世呢能照见这个实相。照见实相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事情的真相，事实的这个真相呢，所有的佛陀呢，完全都是就是照见，就是阿弥陀佛有这么样的力量，阿弥陀佛的发愿力是如此的强大。我们只要有信心的话，一定能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状况呢，所有的佛陀呢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呢，无量无边当中的所有的这个佛陀呢，经常也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他们也在诵啊，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南北的所有的这个佛场里面的佛陀也在诵。所以我们有些学密宗的人呢，我不用念阿弥陀佛的，念阿弥陀佛是这些经宗法门的一些老年人的，我们是修无上大圆满的。一直那个就好像觉得是自己真的就是修的特别，当然是有些人呢，就是依靠净土宗的法门呢，不能这个度化的，依靠大圆满来度化的，这种现象是肯定有的。有些呢就是依靠大圆满来不能度化的，依靠大殊圆，就像弥勒这边的话呢，虽然大圆满是很殊胜的，但是呢，让他那个怎么样修也是修不成就的。然后像汉地的话呢，就是像禅宗里面的有些法师的话呢，虽然净土宗是很殊胜的，但是呢，像六祖禅师啊，他们的话呢，念阿弥陀佛的话呢，他不知道怎么念，就是他可能是强调他自己的这个禅学，就是可能会这样的，所以不能说是全部都是一概而论。但一般来讲，你不学是就可以，你学你的密宗，你学你的这个禅宗啊，什么都可以。但我们没有资格就是说那个净土宗不好，说念佛法门不好，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对这个佛经的教义呢没有尽头。你看十方世界当中的所有的佛陀都在开始念阿弥陀佛的什么名号，就是很多这个佛陀也是天天都是拉着一个小小的念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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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念着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学密宗，我们看有什么资格不念呢？就是不应该这样的，就是一定要好好的这个念佛法门，就是每个这个有些尤其是我们学移民呢、学中观呢，有些学多了以后的话呢，就到了一定的时候，好像这个思绪什么分别念当中呢，就是对这个念佛的功德这些都就有一种侵蚀感，就是这样不好。无故什么这个无私无私故圣经当中也是这样说的：子子向西方极乐世界察，彼处诸如来三世无量说，何人诵彼名？
将往生必差，就是将往生必差。它这里呢也是这样讲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向西方呢有一个世界叫做是极乐世界。那么极乐世界呢，就是住有这个三世如来真等觉阿弥陀佛。那么任何一个人，我们这个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呢，自从他的名号的话呢，这个人一定会是能往生这个刹土。如是等佛经中再三说明，因此应当要升起定解。不知道我讲的刚才那个大家的相续当中升起定解没有？什么叫升起定解呢？以前我好像对这个念佛法门不是特别的重视，我从此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念。明天以后呢，定解宝灯不能背诵也可以，就是一定要念阿弥陀佛。开玩笑啊，不是这样的意思啊。也就是了知世界的殊胜功德，要知道极乐世界的这个殊胜功德。好，今天讲到这里。Sonam dei tanche thoganya tonani de jana pase k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sonen droa droa sho Bandangara Badna Asadorda Bandangara Badna Asadorda Bandangara Badna Asadorda